在浩瀚无垠的宇宙深处，存在着两种令人胆寒的极端天体，一个拥有能轻松撕裂整个星体的恐怖力量，另一个则以每秒700次的疯狂转速向广袤太空发射着致命射线。这两者若是狭路相逢，究竟谁能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对决中胜出呢？今天我们就将宇宙中这两个最极端的天体，吞噬一切的黑洞与拥有难以想象高密度的中子星拉上对决的舞台。我们会从重力、密度和破坏力这3个关键方面来一探究竟，看看哪个宇宙的奇异产物能够脱颖而出。所以请您务必坚持看到最后，一同揭晓这场宇宙重量级对决的最终胜者。在这场对决正式拉开帷幕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两位实力强劲的对手。那么中子星和黑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？其实他们的故事都始于一颗比我们的太阳大得多的恒星。当这颗巨大的恒星耗尽自身燃料后，一场震撼宇宙的大事便会发生，它会以超新星的形式猛烈爆炸，而爆炸后所留下的产物却取决于这颗恒星本身的质量。如果爆炸后核心的质量低于约 2.5 个太阳质量，就会形成中子星。中子星可是已知密度最高的天体之一，打个比方，一茶匙中子星物质的重量将达到数十亿吨。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，所有的质子和电子都被无情地压缩成了中子，这也就是这种奇异恒星遗迹名称的由来。然而如果爆炸后核心质量仍超过约3个太阳质量，那将会发生完全不同的更加神秘的事情。它会继续坍缩，最终形成恒星黑洞。在这个坍缩的过程中，一切物质都被集中到一个点上，这个点被称为起点，而我们已知的物理定律在这个起点处将会彻底崩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并非所有的黑洞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除了恒星黑洞之外，还有超大质量黑洞。这些超大质量黑洞的质量是太阳的数百万甚至数十亿倍，简直就是宇宙中的超现实巨人。不过这些超现实巨人究竟是如何诞生的，其细节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的解释。天文学家们猜测，它们可能起源于极其巨大的气体云，通过快速吸积物质不断成长，也有可能是从小黑洞的合并中产生的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几乎每个星系的中心都存在着这样的怪物，它们在宇宙早期对宇宙的结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两位对手有了一定的了解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正式开始这场精彩绝伦的对决。首先让我们从重力方面来展开较量。重力，那股能够撕裂恒星的无形力量。你或许曾经听闻过黑洞存在事件世界，但你真的了解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吗？简单来说，它是一道天然的界限，代表着有去无回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一旦越过这条界限，就再也无法回头，就连光也无法挣脱黑洞那冷酷无情的引力掌控。黑洞这种奇异庞然大物的引力之所以如此极端，是因为其庞大的质量被汇聚于相对狭小的空间内。为了让你更直观的感受，下面给你举个例子。一个质量与地球相当的黑洞，其尺寸大概仅如一颗豌豆或一颗弹珠般大小，而所谓的10瓦西半径，也就是事件世界的尺度，大约仅有9毫米。再看看一个质量等同于太阳的黑洞，其直径约为6公里。可别忘了，我们的宿主恒星太阳，其直径实际接近140万公里呢。由于这种令人惊叹的紧凑程度，黑洞的引力会致使时空发生强烈弯曲，进而将所有过于靠近的物体无情地吞噬殆尽。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一点，我们可以设想一张拉伸开来的橡皮布，在上面放置一个保龄球，所形成的凹陷大体上就是黑洞在宇宙中营造出的效果。不过有必要留意的是，这些质量巨兽本质上并非宇宙中的杀戮机器，在它们的事件世界之外，它们的表现和太空中其他任何大质量物体并无二致。这也是为何其他物体能够在稳定轨道上环绕它们运行。中子星同样令人称奇，
由中子星物质构成的一块方糖重量约达10亿吨，几乎是人类预估总重量的3倍。所以在这里，同样是巨大质量汇聚于极小空间之内，但归根到底，中子星依旧无法与黑洞的引力相抗衡。理论上，恒星残骸能够凭借自身引力撕裂附近的伴星并吸收物质，但唯有黑洞能够将整颗恒星完全吞噬，因而在重力这一类别中，黑洞显然拔得头筹。然而这场对决才刚刚拉开帷幕，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中子星的集中质量。很明显，黑洞的总质量比中子星要多，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它们比中子星更密集呢？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。中子星堪称紧凑度的大师，想象一下，将相当于 1.5 个太阳的质量压缩进一个直径仅有20公里的球体中，这是一种多么恐怖的压缩程度。这大致相当于将慕尼黑的人口全部挤到1厘米上。正如上文提到的，中子星中的物质密度如此之高，以至于质子和电子融合形成中子。尽管黑洞通常质量更大，但它们的质量往往分布在更大的体积上。超大质量黑洞有时的平均密度甚至比水还低。如果考虑整个事件世界内的体积的话，这听起来可能有些矛盾，但最终它表明，质量本身并不意味着极端密度。在这场关于密度的对决中，中子星是赢家，它更密集、更紧凑，将惊人的质量压缩到极小的空间中，而黑洞在重力方面占主导地位，但在密度方面往往落后。当宇宙发怒时，天体所展现出的破坏力是极其惊人的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看看在破坏力方面，黑洞和中子星谁更胜一筹。黑洞拥有能够撕裂整个恒星的强大力量，当它们吸引物质时，会形成一个吸积盘，这是一种由气体和尘埃组成的漩涡，其温度高达数百万度，不断地为这个引力巨兽提供新的材料。这会创造出喷射流，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将物质和能量射向太空，就像巨大的宇宙大炮，直接搅动黑洞周围的环境。但这还不是全部，任何接近事件世界的东西都会经历所谓的意大利面化。黑洞的潮汐力会将物体纵向拉长，横向挤压，直到它们最终看起来像著名的意大利面条。这个过程如此极端，连原子都无法幸免。中子星也有它们自己独特的破坏方式，在它们的附近，尤其是所谓的磁星，其磁场强度大约是中子星中通常发现的磁场的1000倍。与地球磁场相比，磁星的磁场大约强1万亿倍，最终使它们成为整个宇宙中已知的最强磁性物体。然而，当2颗中子星近距离接触并相互碰撞时，情况变得特别戏剧化。这次碰撞引发的爆炸创造了比恒星中心更热的条件，锻造出如金和铂这样的重元素，并释放出可以跨越数十亿光年测量的引力波。就范围和影响而言，黑洞占据了上风，它们的重力对周围环境有巨大的影响，塑造了恒星、气体云和尘埃。它们的喷射流可以在长距离上传输辐射和物质，长期塑造星系的结构。因此，中子星在局部极其危险，而黑洞则统治着宇宙的广阔空间，因此在破坏力这一类别中获得了最高的地位。除了上述方面，黑洞和中子星还有一些奇异的特性。下面我们来看看它们的旋转记录与时间变慢的特性。中子星不仅密度大、质量重，它们还以惊人的速度绕自身轴旋转。实际上，人类已知旋转最快的中子星每秒能转716次，相比之下，直升机旋翼同一时间内只能转6到12次，普通手持圆距大概是65到90次。但关键问题是，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子星有如此惊人的旋转行为呢？基本而言，每颗恒星都有一定的角动量，这是描述物体旋转强度与速度的物理量。然而，当一颗大质量恒星的核心在超新星爆发中坍缩，缩小到约20公里时，这种角动量被保留下来。换言之，同样的角动量现在分布在更小的半径上，物体便以疯狂的速度旋转。
脉冲星尤其如此。脉冲星是特定类型的中子星，它们旋转极快且发出规律的辐射脉冲，所以脉冲星就像宇宙灯塔，有时甚至被当作太空时钟。实际上，它们的旋转极为稳定，以至于在长时间内比我们最好的原子钟还准确，因此被天文学家用于深空导航。另一方面，黑洞显得较为悠闲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奇异，毕竟它们强烈弯曲时空，使得在其附近时间流逝更慢。专家将这种效应称为引力时间膨胀，尽管它不仅限于黑洞，但因黑洞巨大的引力拉扯，此效应在黑洞处最为显著。这些宇宙巨兽还能充当引力透镜，弯曲光线，从而在视觉上扭曲它们背后的光源位置。虽然黑洞通常被认为是永不满足的贪吃鬼，但理论上它们也能吐出一些东西，即霍金辐射。这种辐射是由斯蒂芬·霍金在20世纪70年代预测的，它源于事件世界附近的量子效应，那里粒子反粒子对被创造和湮灭。当这样的一对粒子出现在世界上时，一个粒子可能落入黑洞，而另一个粒子逃脱并形成辐射。然而，由于霍金辐射极其微弱，至今还未能直接在实验中探测到。综合来看，中子星有着活跃的旋转和强大的磁场等特性，而黑洞有着弯曲时空和可能的霍金辐射等奇异现象。这场宇宙奇观的对决最终以2-2战平，但对于我们的天文知识来说，每一个都是巨大的收获。